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七个不小心，我是小七。今天我们要去 Taimodo 做这台幼狮 Leoncino 250 SE 的 First Service。好，这次我们第一次的回厂换机油等等的东西之后，我就试骑了几天，现在也可以感受到整台车它的抖动没有那么的厉害，整个在换了机油之后，整个引擎也非常的顺畅。在之前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一个感想说，引擎的档位很尴尬，可是在换了机油之后，在低档也 OK。在高档也 OK， 它衔接的会比较好，所以其实是因为还没有 First Service 的原因。那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到一个东西，就是它整个打档都很利落，所以当我打档利落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很确定我要快，我要慢，我要快点进档，什么它进档都进得很舒服，所以它不会像之前那么的有个顿挫感。然后我要退档补油，比如说像这样子也没有问题。或者是升档也没有问题，整个都变成了很顺畅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实我也是有做一些的调整，就是我的车头的左边离合的拉杆，还有右边前刹的拉杆都有做一个调整。因为之前是比较高，所以我要把我的手腕往上翘一点点，所以我需要这样子拉。那现在我把它拉低一点，它就比较符合我的人体工学。那我要拉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，容易出力，容易施力，所以比较舒服。所以各位车友，如果你们买了这辆车之后，记得要按照自己的手臂手指的长度等等的来进行一个调整。那接下来呢，不只是这个，我的打档的那个杆就可以把它调得比较低一点。可是这几天我试骑了之后，我发现到它还是有点太高。因为这台车的骑姿设计就稍微比较不同，上半身街车，下半身就比较跑车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杆还是要比较低一点点，所以我还是要回去 Taimodo 请他的技师帮我调一调调低一点。另外，这一台 Leoncino 幼狮250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完全一台新车，就借给我们来骑，所以它的刹车其实没有那么好。当我们骑了1000公里之后，它的刹车的咬合会比较顺，会比较好。在之前的时候呢，我的 NMAX 也是出现过相同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因为是新车，它的咬合没有到很好，即使是比较远的刹车都没有在做动，因为它的刹车皮等等的东西还是很新，所以其实会有一定的危险。那每一次有牵新车的话，那在刹车方面要特别注意，不要骑得太快，不然的话有什么任何的突发状况，刹车往往可能应付不了那一种状况。可是如果你已经用了差不多1000公里或1000公里以上的话，那就这样子的状态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记得，如果你牵新车1000、2000公里以内，不要开得太快，尤其是在都市骑乘等等的。那现在它的刹车，不管是前刹也好，还是后刹的退档补油都没有什么问题，都很顺，都很舒服。
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比较稍微堵车一点的交通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在低转的情况之下，整台车的操控感觉如何？当然，这是一台单缸高转车，所以在整台车它的震动当然会比较大一点。当我在 first service 之后，然后这几天的骑乘下来，其实它的震动或多或少还是会有，毕竟还是一个单缸车，而且是高转车。那如果你要把这台车驾驭得很好，充分享受它的骑乘乐趣的话，你一定要学的东西就是 slow riding， 就是缓慢行驶。如何在闹市当中，如何在车缝当中缓慢行驶，就是尽量少停下来，也脚不要落地。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，其实这台车很多乐趣。整台的震动在换机油前跟换机油后真的是相差很多。换了机油之后，整台车没有那么的粗糙反应也比较灵敏，吹油门也好，刹车也好，或者是整个车架车体的震动都有大大的改善。其实我也可以讲，每一台车都是这样。你一定要勤保养，要好好小心的爱护跟照顾这台车。那么它的引擎、它的刹车、作动轮胎、车架都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回馈。那如果真的大家都很照顾自己的车的话，人车合一指日可待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里的话，整台两系统又是震动啊、反应啊等等东西都很不错。马上吹油门，马上可以回来。当然，在油门的反应灵敏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回馈，除了动力表现，就是它的排气管排气管的声音很好听。所以这台车真的是骑帅不骑快，而且骑帅不骑快的车，它有它的骑乘的特点，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slow riding。必须要做到在缓慢行驶，你还可以不用把双脚或单脚落地去推，或是1号、2号。所以等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呈现给大家看如何缓慢行驶。之前呢，我开这辆车的时候，其实我会比较觉得它动力不足。在这次换了机油之后，我发现到我的开车习惯也稍微有点不同。那我会怎么做呢？就是我比较喜欢稍微高一点点的档位，来轻轻的转油门，来去轻轻的去骑去开，因为它的整个震动会减少，而且在高档位低转速，整台车的震动不是很强，所以其实是很舒服，很适合很 RV 的这种骑法，对吧？现在我是5档，所以我就只要轻轻的转一点点，然后可能在4000、5000转，很轻松。之前4000、5000转它就整得很厉害。现在我不想要太快，或者是我想要，因为已经靠近了车群，我稍微想要多一点点的控制的话，退档补油4号如果更加的慢前面已经是车阵了，好，那我就要试试看示范给大家看2号我们来个缓慢行驶，我让给左边这个骑士先，我们看缓慢，当然，前面那台是我们说的 Cup 仔整个操控性很轻便所以只要扭一扭屁股就过了像这样子。可是因为这台车比较重，而且比较宽车架也比较大，所以我们稍微要慢一点。像我是1号1号如果是之前的话，其实它会顿挫感很强，而且你轻轻补油门它就很冲。现在我只要维持在3000转左右，放轻松，上半身放轻松，手臂放轻松。然后只靠我的核心或者是我的大腿夹着这个油箱，我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感觉到还有点上4000，那我们稍微踩着油门，收离合，没问题，整台车很舒服。所以即使之前我说不是很适合在都市骑乘嘛，其实我要打脸，其实它很适合在都市骑乘。只要你可以保持上半身直立，然后放轻松你的手臂的话，其实没问题，很好。然后把它上到4档，4档维持在3000到6000之间，或3000到5000之间去骑，实在是很舒服，很 RV。所以上一集跟大家所说的骑帅不骑快，那是真的。如果想要稍微比较热血一点也没有问题，想要稍微攻弯还是怎么样的也没问题，对吧？现在我换成5档。维持在5000转左右，整个震动大大减少，
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去骑，可以吹风，可以怎么样很舒服，很好的一台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会再回到 Demo 做一个调整，尤其是在脚踏那边呢做一点点调整。还有一个东西我想要大家分享，就是刚才这样骑成一圈起来，这台车尤其是当我经历比较凹凸不平的马路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它的震动它的反馈很强。那Leoncino其实有单枪预载可调。那下一次的时候，我会再回到 Demo 然后请教他们怎么样按照我的重量去做一个调整，然后再试骑，然后调到比较舒服的预载，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报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持续的追踪我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